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，大家可能觉得春天到了，突然就放松警惕了，对吧？哎呀，春天来了，暖和了，脱衣服啊，脱棉袄啊，就是对呀。所以为什么人家以前老人说的话叫春捂秋冻？春天。其实从气象的来说，是吧？秋天到冬天，冷空气比较重，在下面，热空气在上面，所以它冷空气一来就把热空气赶走了。但是你反过来说呢，热空气要把冷空气赶走呢？它总是赶一下回一下波，赶一下回一下波，所以春天很容易就是乍暖还寒。我先问一下罗莹莹，你有听过这句话吗？春捂秋冻。春天没有秋天那么冷。哦，春天没有。他理解是春捂秋冻。对。哦，你这个理解是文言文角度去理解的啊。初春时节，温差变化大，心血管疾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保暖。除了多穿衣，有没有别的方法能让身体由内而外的暖起来呢？我听说过，就是如果是同样的两个人，一个是肌肉男，一个是脂肪男，那就这两个人对比的话，反而肌肉男才是真正的暖男。其实这个保暖，你这个保暖的暖在哪儿呢？哎，暖在哪儿呢？内对呀，你是不是先要有热量，然后再保嘛？对吧？你如果今天你们小时候有卖冰棍的，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冰棍，外面有棉被捂，你说它的保的暖还是保的冷呢？保的冷。对呀，所以你关键是发热。什么是发热的？肌肉是发热的。外面那个脂肪呢是棉被，是保暖的。对。那如果里面是个冰棍，没有肌肉的人，越来越冷。他就是，所以说你发现有些胖子他是这样子的，夏天特别怕热，为什么？他散热差，对，他外面一层棉被嘛，但冬天他又怕冷，为什么？他没有产热的东西，他只有棉被。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。所以看来大家如果是为了怕冷的话，还是在家里多练一下肌肉。对，这样才是真正的暖男。不过在这个地方呢，我要先做一件更暖男的事情，就是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，你会看到屏幕下方有个倒数3、2、1的计时，你会拿起你的手机参与我们的摇一摇，不仅有100万红包，还可以跟崔医生这样的名医面对面。不知道关于这个节气呢，我们的3位健康搜查员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？我也有发现。作为一个深爱美食的节气吃货，我发现这个立春的时候，大家喜欢吃什么，这里面也是蕴含着养生的奥秘的。不信你看。在民间，立春有咬春的说法，家家户户要吃春卷儿。立春有咬春的习惯，那么春卷呢是2头咬的，吃了春卷以后呢，我们整个一年都能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春节比买回去嘛，就一早剥开来，那么就讲往下吃热水也可以包，那么就往热水也可以包，今春热水也可以包。立春吃春卷，可是王嫣，你提供的网络视频，难道是准备挑战大胃王吗？今天我要吃的是108个春卷，里面有胡萝卜，炸的还不错，很酥脆，外面。太可怕了！你看，那是真的一镜到底。对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谢谢大家对直播的支持，谢谢。我要在现场吃下108个春卷。好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有。这是不可能的。说真的，其实吃什么呢，真的跟节气养生有关。你看大家都说这个咬春嘛，吃春卷，而且呢，这个春卷大家选的馅儿，很多都是会选这个豆芽馅儿啊什么的，这都是对身体好的东西啊。一定是要有豆芽。豆芽的是。你觉得为什么呢？这个你看到春天万物生长，豆芽呢它也是一颗小小的，然后噌，它就会蹿得很高。今天呢，我本来是想带50个的，但是我怕带到现场不安全，所以呢，我就带了6个让大家尝一尝。来，哎呀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我正好肚子饿了，哎呀。哇，王嫣牌亲自制作的春卷，这看起来好不错啊！但是108个，而且都是被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明天就好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明天就好了。其实我也同意王嫣的这个说法，就是其实我们在所有的市面上的春卷中，其实豆芽都作为最常见的原料而存在在里面。因为其实呢，我们的豆芽、豆腐、面筋跟面酱都被誉为中国的这个4大发明嘛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请教一下崔老师，是不是春天就多吃豆芽，可能对身体会有一定的好处？对，其实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，就是要把我们传统的很多观念
我们把它落到实处。比如说大家都说为什么要吃芽菜？因为从中医的观点说，以形养形。还有呢，以类来区分。那个芽豆芽发芽，说明它生长力旺盛。我们吃的这个生长力旺盛的东西会更好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其实从现代研究也发现啊，其实芽菜它为什么会发芽？它也是植物的生长激素在分泌。然后呢，一个种子的发芽以后，其实里面的营养成分会变得更好。然后呢，会出现一些很多奇妙的变化。有些本来没有的东西会变成有，本来没有的东西会变成有，会变成有。不信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实验室做出的结果。春天万物生长，也是吃各种芽菜的好时候。这其中自然少不了餐桌上最多见的豆芽了。那么在豆发芽的过程中，会不会有营养元素也在悄然生长呢？上海交大实验室里正在验证奇迹的发生。实验人员先将10颗黄豆和10颗豆芽进行粉碎，通过显色实验测试其中的维 C 含量。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在空白对比溶液、黄豆溶液和豆芽溶液3份样本中，记者看到只有豆芽溶液呈现出浅淡的黄色。经过计算，从黄豆到豆芽的生长过程当中，维 C 的含量从无到有，每根豆芽大约是2.65个微克，维 C 的含量增长明显。随后，实验人员还对黄豆和豆芽中的蛋白含量进行检测，结果也让人倍感意外。从黄豆到豆芽的生长过程当中，蛋白的含量是有下降的，其中某些氨基酸的含量是有波动的。从黄豆到黄豆芽，蛋白含量的降低是否意味着营养损失？在专业的营养科主任眼中，答案另有争议。吴平，副主任医师，上海市同济医院营养科主任，擅长各种慢性病的营养调理。据吴主任介绍，黄豆到黄豆芽，尽管蛋白含量减少，但却意味着更容易被人体消化。那另外还有一点，就是因为黄豆当中有一些胀气因子，比如说毛蕊花糖、水苏糖、莲子糖这些，那么我们人体是没有消化这些胀气因子的酶的。但是黄豆发成黄豆芽以后呢，这些胀气因子就明显的下降，甚至消失了。因此我们吃黄豆芽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些胀气的不适的感觉，也更容易消化吸收了。除了维生素 C 与蛋白含量的变化，豆芽中的大豆异黄酮含量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改变。那么我们查阅文献以后发现，基本上小黄豆每2两当中，它的大豆异黄酮的含量在300毫克左右。那发成黄豆芽过程当中呢，起初的时候它是减少的，然后随着时间的一个延长，慢慢的它又会增加，在达到这个豆芽长度3厘米的左右的时候，大豆异黄酮的含量达到200毫克左右。那大豆异黄酮大家都知道，它是植物的雌激素，很多女性得了子宫肌瘤、小叶增生都不敢吃。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，因为大豆异黄酮对我们人体的激素是起了一个双向调节的作用，而且有抗肿瘤的这个功效。大豆异黄酮好神奇啊！太神奇了。而且我觉得刚才医生着重讲的就是说，那个豆芽跟黄豆的 VC 含量比是从无到有的，就是从没有 VC 含量到有 VC 含量，变魔术啊！其实像我爸爸妈妈的年纪比较上了之后，他就很爱听谣传，说外面买的黄豆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。他们其实在家里就更愿意自己去发豆芽。我开始也认为自己发豆芽是件很困难的事情，但是我试过之后发现真的超级简单。那首先呢，我们会用到这样的干黄豆，你在水里泡24个小时，然后让它的水滤干，滤干之后呢，然后在上面上下垫上2块湿毛巾，然后一直浇水，浇到第3天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明显看出它会有这样小小的胚芽长出来，然后再开始多放2天，大概第4天到第5天的时候，它每一个上面的这个芽都长到了这个样子。第4、第5天我还需要继续加水吗？是，每天都需要浇水。然后最好就是你在培养的时候，你长期有一块这样湿毛巾是整天是覆盖在上面的，然后你毛巾覆盖的越多，它的这个发的其实越快。发豆芽小贴士：先将干黄豆在清水中泡上8小时，再用湿布覆盖。接下来的几天中，只要保证盖住黄豆的布
足够湿润即可。大约5天后，豆芽就会逐渐冒出。除了炒菜，在顶厨魏汉的手里，发芽的黄豆还能变出什么惊人料理呢？平时我们做豆浆可能会用到干黄豆来做豆浆，但是今天呢，我跟大家带来的豆浆就是用到我们这个发了芽的黄豆来做的豆浆。发芽豆浆，发了芽，它里面都有水分了，你还能做豆浆？可以，如果你想要它的口感更加浓郁，你用发了芽的豆子来打豆浆，你的这个黄豆的量可能比干黄豆的量略微的多个大概1/5左右，它出来的口感大家可以尝一尝。那这就等于是一杯还含有丰富 VC 的豆浆，对吧？本来是豆浆是没有 VC 的，对吧？对，来尝一尝。经常说金子总是会发光的，现在只要你是一颗好黄豆，碰到水你总是会发芽的。哎，我们都爱小黄豆，是不是闻起来很香？怎么样？啊，怎么这么好喝啊？你确定这是自己做的吗？是，好好喝哦，完全像买过来的豆浆，太标准了。感觉它不像用那个干豆磨出来的那种，它会比较润一点。对，它不像那个喝起来就是更偏豆味儿了，它的豆味儿好像已经清淡了一点。它有芽在。其实刚才不是说嘛，如果是黄豆的话，它里面有一些物质。还不容易消化，还容易胀气。但是发成豆芽以后呢，这些东西就消失了。对，它更容易消化。它的表皮也打开了，所以它吃起来相对它的豆腥味都会降低。对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可以续杯吗？可以，还服务给你了。与干豆豆浆相比，豆芽豆浆更易消化，不易胀气，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后，它的口感也会更加鲜美。您不妨试一试哦。好，那说到节气啊，我们的罗莹莹现在还没有发表你的观点。当我也有发现。对，我来到了中国之后呢，我一直听说这个春天要养这个肝，养肝，而且其实下个月就是这个春分 ，the spring equinox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应该开始养肝脏了。所以呢，我今天特别想介绍一下我家乡英国一个肝病专家的一个保健操，在家里的观众如果有护肤霜也可以用上。保养肝的还是保养皮肤的？这是个都有，都有这功能。听说这个上面就是这个肩膀的位置，然后如果我们弯一下，这个中间就是我们腰，就像我们腰也是中间，所以我们先按一下，要斜的去按。感觉是个涂护手霜的步骤。中医混血儿罗莹莹带来的养肝操画风奇特，你确定真能养肝吗？好，感觉这个英国的专家呀，对，挺骗人。我们很想认识他一下，感觉有可能是来中国旅行，看见过我们的广场舞之后呢，回家以后突发灵感。你看这个动作，我都经常在楼下看到我，对不对？哎，挺可爱的。不过说，其实呢，就是说，如果说它里面有哪一个是动作啊，符合中医养生的话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撑开的动作。撑开以后，然后做这个动作。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拉伸。因为在中医里面说，这个肝属木，木呢，木头它最后喜欢往外长啊，叫木曰条达，它不喜欢被束缚，所以说，哎，对你总是往外越伸展，它越是特别舒服啊。所以咱们有一个中国的保健呢，叫六字诀，那个虚字诀就讲的是肝，它就是这样子的往前，目送远方，虚的出去，也是越远越好的那种感觉，哎。一样的，这个有这个。至于这个按摩手，这个手指关节操呢，我没想明白什么回事。你看，下次你回英国看见专家，你就问还是？哎，崔老师啊，我看他刚刚的那个操，又揉了左边，又揉了右边，肝不是在右边吗？是啊，那揉左边又干什么？它肝到底在哪儿？你会到万福吗？你会到万福吗？来，标准来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你看，那就是肝哦，就这儿啊，就这儿哦，对。那右这边呢？左边呢？啊，那是脾。万福金脾。其实我们刚才讲的是说的是我们现代医学里面解剖学里面的肝和脾，但其实中医的肝的范畴还是不一样的。那春天到底是不是要养肝？那养肝到底怎么养？它是不是和我们的这个肝病、肝炎有关？我们来连线一下上海瑞金医院感染科教研室的副主任周慧娟，来听一下崔医生智囊团的说法。好，来，周主任，哎，周主任你好，周主任，你好，哎，周主任你好。春天以后啊，肝炎是不是发病率也会增高呢？应该是这样的，就
跟我刚刚做医生的开始的时候，我也是觉得，春天的时候感觉好像病房里病人就多起来了。啊，那当时我们也是感觉到，哎，这个是不是因为什么？春天啦，就百物苏醒啦，可能我们的病毒也多了，然后可能肝炎的发生率也更高起来。那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跟以前一样呢？现在呢，其实我们说，更注重的在春季方面养生，就更关注自己的身体方面的，包括我们说可能体检呐做的比较多，所以很多东西的话就提早发现问题。那么在我们病房里的话，现在好像这种感觉是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淡了。谢谢周主任。好，谢谢。据了解，春季肝炎的发病率已逐年降低。那么，中医说的春季养肝，究竟养什么呢？中国的文化，它讲的这个肝，它的范畴可能比它更广。你要想顺畅，就要气机调畅，而这个肝呢，它对调畅气机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。一旦气机不调畅，我们叫肝郁气结，听到过吧？听到过。那个郁就是抑郁的郁。气不顺了，说气不打一处来了，所以就郁了。其实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个肝不是喜欢往外冒着吗？我们就想象一下，你这个树在底下长，我给你外面罩个玻璃罩子，好像外面可以伸出去，永远长不出去，它是不是就闷死了？就肝郁气结了。所以呢，肝和情志特别有关系。原来养肝还要养情志。立春之后，大家的情绪真有波动吗？